今天又給孩子們做了一鍋超好吃的燒焦醬肉小籠包，前2天不是做過一次，之後的每一天他們都要吃。其實也簡單，暑假都在家，包了包子，肉菜主食就都有了。我们先来炒肉馅，只做包子的话，你就用1/3来炒肉馅，我还要做肉末蒸蛋，所以用了1/2。多煸炒一会儿啊，炒至肥肉微微发酵，有面清亮的时候，放入葱姜蒜末，给它炒出香味。再来1勺的郫县豆瓣酱，3勺的甜面酱，炒出红油和酱香味，再来调味，五香粉、白胡椒粉、生抽、老抽炒匀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放凉之後呢，一半呢我們倒入肉馅，另一半呢我們用來做肉末蒸蛋。鍋中不放油啊，就這個螺絲椒放進去，一直這樣乾煸，中小火給它炒的這種黑乎乎的一個狀態，再給它切成丁，跟肉餡混合在一起，放冰箱冷藏備用，包的時候更好包。還是用的燙面種的發酵方法，這裡50克的麵粉加了320克的開水，先燙一下，放涼了之後加3到5克的酵母，450克的麵粉，攪匀了，再給它和成一個光滑的麵團，放一邊醒發至最大。這個時間我們來做一個小甜品。蓮子、紅棗、銀耳、冰糖放進燉中，加入開水、絲瓜，然後加入溫水，然後再放上我們煎好的肉片，蓋上蓋子。今天還是用桑拿蒸汽鍋來做，方便省事，還不用一直看着火。先將抽屜式獨立水箱給加滿水，等一下蒸菜也不用擔心它會串味兒。發好的麵呢，我們揉搓排氣。搓成一個長條，再給它分成一個個均等的小劑子，用手按壓，也不用擀面杖，壓成一個中間厚邊邊薄的一個狀態。這邊開始打餡，大拇指在上，食指在下，給它包起來，不露餡即可。包子包好之後，一定要2次醒發10分鐘。這個時候呢，我們再把這個蛋液呢給它放上來，再把2次醒發好後的包子放上來，容量是真的大，2層可以一起上蒸下燉。130度鲜火蒸汽，熟得快，而且水珠會向兩邊走，蒸出來的包子也不會濕噠噠的，而且包子暄軟不塌皮兒。下面這一鍋，你看咱燉這個銀耳羹，哇的天哪，晶瑩剔透的，我真的超好吃。這個雞蛋的話，我們再淋上剛才炒的那個肉醬，這個就是肉末蒸蛋。看這個絲瓜肉片湯，哎呦，賊鮮靈，特別好吃。像湯面種的包子呀，它就是那種特別的嫩，放涼了也不容易發硬的那種。就這個餡料，我們家小朋友根本吃不夠，雖然有點辣，但是他們還是特別的喜歡吃。再蘸點出水辣椒油，哎呀，太香了。像咱們最近減脂的姐妹們啊，把這個增食蔬推薦給大家。底部呢，先鋪上1層的娃娃菜，上面的各種食蔬都可以隨意搭配。不鏽鋼氣鍋裡不需要加水，直接蓋蒸。它是從側邊出氣的，能讓汁水更快凝結，鮮味呢也不會流失，吃起來更是原汁原味的。蒸熟之後呢，你就直接蘸着這個蘸水，或者是把這個蘸水淋上來拌着吃，都很好吃。剛剛的氣鍋還可以當煮鍋來用。像我們家男生就比較多，就各種馋呀，他們想吃這個滷蝦貨，其實也很簡單，但是我就是不想給他們做。焯了水之後呢，就放上這些各種料，具體的配比都給大家打在屏幕上，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口味來調整。先給它煮沸了，接着呢，我們再轉最小火，蓋上蓋子，讓它煮個40分鐘。時間到就可以關火了哦。你看這個湯汁不需要完全沒過啊，微微沒過即可。真的巨香，特別好吃。蓋上蓋子，再讓它燜上1夜啊！看一下醃了1夜這個鴨脖，是不是有點外邊賣的那個味兒？哎呦，我跟你說，你就不要去切它，就這樣撕着條吃，就特別的過癮。像這個蒸鍋的話，我用了挺久了，多功能還很省心，日常做飯都離不開它。